嗨，嗨，哇，哇哦，也得说点啥呗。你好啊，吃饭没有啊？你吃了吗？还没有。合作拍戏是第一次，舞台不是。第一次舞台是选秀的时候，快男的时候。对，封神之战。咦，小花剪得特别好，就那个举火把那个，哎，这还没出来那个。扣钱，扣钱。大家都说大脚是秀秀脑，可以请欧华老师还原一下3种叫秀的语气吗？秀。你觉得俺还有什么地方做的不够好的吗？还真没有。你觉得这大脚可太棒了？你觉得秀还有啥要改的？我觉得唯一要改的一个地方就是他现在使唤大脚有点不太够。我觉得大脚还愿意为秀做更多的事情。都说咱俩是俺爹俺娘。俺爹俺娘。我家非常。啥时候把眼镜摘了？我看见他老反光，我怕那个对。反出一些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对，不可告人的秘密。好，你继续你说。可告人。对，那个啥问题来着？如果秀秀700亩地，且可以给宁家和封家众人分地，会怎么分？听俺家大脚的吧。大脚的。按道理我是要听媳妇儿的，但是我就按照我媳妇儿的这个秀的这个格局，她肯定是平分，让每家都有地可种，让每家都有粮食可吃。秀肯定是会这么做，得让俺们天牛庙村一起都把日子过出花来。对。大脚心里秀秀值多少亩地啊？多少亩地都比不过一个秀秀。你咋唠着唠着帽子也没了呢？我说不是这个越聊越热了，主要是。俺爹俺娘俺出生了，秀秀大脚感情什么时候更进一步？俺们什么时候是出生？别着急呀，老想套我们话，套我们剧情。孩子们出生啊，不好说。快了，就这2天吧。快了，对，这2天吧。您就看吧。俺家大脚说行，俺家秀秀说的对。拜拜，谢谢大家，拜拜。谢谢大家，拜拜。嗨。哇哦。也得说点啥呗。你好啊，吃饭没有啊？你吃了吗？还没有，等工作完了再吃。没给你拌饭呀？没有啊。我正在剪窗花呢。对，我刚看到了。剪半天了，我已经。他看底下有问题。2位老师是第一次合作吗？有什么感受？评价一下对手戏。合作拍戏是第一次。舞台不是。舞台其实第一次舞台是选秀的时候，快男的时候。对，那时候就封神之战。威神。全球销量第1。飞鹤奶粉邀您观看。今天是陪大家一起看那个我们的生万物，是不是？对。你看了吗？追到几集了？我看了第8集。哎，我也追平了。大九回来了。大九。吃饭。饿死了。大九。拌饭。啊，开始吃拌饭了。这第几集了？就是这是第几集啊？第8是第8集啊。哦，就是那个，就是要一家人开始要。可旺，可好呢。俺还废柴火。就是第一次叫娘是不是？对。第一次叫爹叫娘。对。我们那个饭呀，每天好像都是拍吃饭的戏挺多的，每天的菜都差不多，就那几个。对，主要是那个菜叫啥来着？
那个野菜，当时那个季节的叫马齿蜜，这都能记住。对对对，然后那个粥里面也很那个，也很清淡，没点儿实在的。然后那个馒头也不一个手，那个馒头也是菜馍，对，还有饼跟葱，偶尔有那个饼和葱。对对对对对，不是大户人家的闺女。那个菜馍非常顶饱啊，那个吃一个能顶一下午。你吃他们那个煎饼了吗？当时吃过吧？吃了，吃了。我们后面老吃煎饼了。对，我们在那个什么了不老吃嘛？你带过来的那个，就咱们在那个种地的时候，还有鳖顶子。鳖顶子现在还没出现呢啊！啊，鳖顶子还是有啊，还是有不少戏啊。俺爹来了。哎，我记得当时拍这场戏的时候都还没绿呢。对。这个是不是你进组第一天拍的戏啊？我记得。对，这是我拍的第一场戏。是吧？我记得是。这是第一场。就是那个叫俩爹的那场戏吗？对对对，俩爹互配那个。俩人站石头上。对。当时俺们在远处看的时候，拍这场戏的时候已经笑场了。对。实在忍不住了。这个时候还没那么热，好像还算比较合适的时候啊。对，我那个第一天还是第二天播的那个去费文典他家的那个穿那红棉袄的那场戏啊，那天是三伏天拍的，非常非常热了吧？对，后面已经很多的时候非常非常热了。咦，小花，哎呦，成功，剪得特别好。这硬夸是吧？不是，因为这个就是我们在那个我们已经播完了吧？就秀秀在剪窗花那个戏，这个蜜姐是真的当时是花了时间去学的，这个现场真的剪那个窗花。现在已经就这样了，就已经就是那个时候就剪得很好，现在还是能保持。等咱们开播的时候一直在剪，手艺人。给个湿纸巾呗。多了一项技能。那个叫爹，两个爹。俺先呸呀！俺先呸。你在这儿呸呀！呸！刚刚有问说为什么俩爹吵架的时候，我们俩在后面没有去劝架。俺俩在干活呀。你摸着胸口，你问问自个儿。俺俩那时候不是在那个啥嘛，在那个耕地嘛。对。因为他当时是春天要把那个地先给松了，是不是？我记得。先松土。对。俺俩在干活啊，他们老人家吵是吵的，俺俩干活不干活。秀也不太想搭理他爹，其实。秀秀这一声爹到底是喊的谁？肯定喊的那个小眼珠子爹呀！就让你们爹汉子给捡了便宜，那是你们祖上积德了。我好生在家里供养。肯定不是。大眼泡子爹。肯定不是。你们这忍得下这个心吗？这是大眼泡子爹，这是现在好像这个词儿好像还挺。真应徐翔啊。就大家听了就觉得特别好笑这个词儿。梳闺女的时候不说，现在说。哎，他们也这不干活，搁这站一排干啥呢？主要是他们在看戏，我们在干活。俺俩真的在干活，俺俩真的在干活。对。俺儿八抬大轿啊，滋儿了完了，滋儿了完了。正曲啊，你不说彩礼还好，你一说彩礼，我还真得给你急。你给我们家什么彩礼了？你给了吗？人家是铁公鸡，1毛不拔。感觉追完8集还是觉得不够看。1毛不拔，你还沾？就我们拍的时候，虽然知道每一个片段在
你提是怎么样的，但是他等他整个故事，所有的故事呈现出来，跟着第一集。对，因为没有自己的戏的时候，其实不知道别人家那边是咋演的、咋拍的。对，看剧本归看剧本，但拍的时候剪出来，有的时候还是不一样。对，所以我前几天看到苏苏那个成亲的卖火盆的时候，还挺震撼的。爹，来帮俺装粪。爹来了。对，这个是欧豪老师进组第一天拍的戏。不用打搅，俺就是绝地汉子。我记得那时候刚开始拍的时候，就先拍的红白喜事，就最大的2场红白喜事，因为场面比较大嘛，也比较复杂。那时候天气还可以啊，而且那时候还在抢光。对，还有雪景。对，还有雪景和抢那个天光，因为后来拍到后面的时候已经都没有光了，我记得。对，接着晚上就夜戏了嘛，就那个举火把那个，哎，这还没出来那个，这就是俺的命。扣钱。你给俺的，我好个假气味。我们那个秀秀 TV 你记得吗？秀秀 TV 里面我跟那个达哥有一个手势是这样。但我一定要说，这个手势的发明者是豪哥跟达哥，他俩。不是，我们也是学来的。就是他们 bro 之间打招呼的手势啊。这个就是对，好朋友必须是好朋友之间。你看你媳妇儿真给爹长脸了。这儿，我还看到一个问题是有没有提前学方言？山东话介绍一下自己的角色。对呀。知道什么美羊羊和沸羊羊这个梗有，开播之前就瞅见了。俺俩现在 CP 名老多了。俺俩现在是我昨天刷到一个帖子说，那个如果你看《生万物》了的话，你只用一个字形容是哪个字？说的是第一个评论是俺，然后第二个是秀，秀，然后第三个是都非常贴切。对，其实那个秀其实是俺是第一多。俺是第一多。俺是因为所有人大家都说俺对知不到那个。俺知不到。剩下的就是第二个就是最多的就是秀。我要跟大家揭秘一个事情，就是欧豪老师有一个发音是发不出来的。哪个？奏嘛。奏嘛。就是干什么的意思，是吧？对。咋说来的？就是因为俺俩在里面老听你娘说，就是大脚娘老说奏嘛呀，然后俺俩也想试试看，因为有的时候如果不是很顺溜的把这个奏嘛说出来就很奇怪，然后欧豪老师就试了几次放弃了。就是我是海边人嘛，所以我的这个一说山东话呢，带点那个海蛎子味儿。做猫，你那时候老说成做猫还是啥？做猫。然后俺俩试了2次，非常的不自信，后面就放弃了。对，放弃。把它换一种说法。对，腰桥啥的都能发这个。腰桥，对。腰桥拉呱这种都还可以。对，绝地护子，绝地护子，这些都能说，就是奏嘛有点难。你把那要求要贴上，别耍要求，对。我那天才看到我们那个里面也有那个吃红，他们说吃红，来吧，吃红，对。大家都说大脚是秀秀脑，可以请欧豪老师还原一下3种叫秀的语气吗？
秀，其实我觉得大脚啊，对，其实一个就是，但我觉得大脚见到秀，他几乎所有的时间见到秀，他都是开心的。就是我觉得如果真的秀，比如说有时候比较焦虑的时候，或者我觉得大脚或者是比较担心或者难过的时候，我觉得有大脚在，就是能给他很多正面的这种能量在，因为他真的就是他在他的心里发自内心，只要是见到秀，不管在什么时候，他都能永远保持那个特别就是顶开心的那种状态，而且他很尊重秀秀。对，就是非常非常尊重他，所有人都说让，就你爹一直说让把那个15亩地给要回来的时候，大脚就一直帮秀秀说话。对，所以这个大脚不是耙耳朵，是尊重。蜜姐说这尊重非常。他很尊重女性，很尊重秀。对，各种缸，俺家就这一个缸啊！你闻闻，这还能吃饭吗？能喝水吗？主要是秀值得。再传出去，儿媳妇在里边洗澡，你丢人不？哎呀，这个场景真好，这感觉是我待过最多的一个场景了，对吧？就得过俺家过的。主要是因为不管外面刮风下雨、风吹日晒，就是遇到任何困难。我们只要回到这个家，就都能解决问题。是的，这个家，对，是的，因为我们拍戏的时候，经常有很多的场景是没有信号的，而且去到那个场景要很久很久。包括我们在第1集的那个雪里面的部分的时候，那个山上是完全一丁点信号都没有的。你当时拍的时候也是吧？我记得。对，咱俩在一个地方。白山嘛，那个山上是一点信号都没有。东北。对，那个吉林。然后我们只有最踏实的地方，其实就拍大脚家的时候。对。因为旁边就有卖那个红薯粉。啊，对，煎饼还有红薯粉。煎饼。对。就是拍这个地方，就是还有后面可能有铁头家的时候，就是心里最踏实的，最喜欢这个场景了。因为待的时间确实多。对，就是秀秀跟大脚那屋、爸爸那屋，这2个屋一待。有时候去厨房。对。还有那个煮饺，哎呀。啊，对，饺马上了，应该今天就能瞅见了。啊，今天啊，对，快买牛。喂，关进屋去吧，挑水去。我老说完了一会儿。我可喜欢逗独角了。独角，对，最好的朋友。就在那反刍自己。对。而且你不觉得我们演戏的时候，那独角其实一直在旁边看吗？时不常来叫一声。时不常，你看你现在都开始这个知不到，你知不到了，知不到，时不常，知不常，是怕你，俺不怕委屈，俺也不委屈。你们再跟豪哥聊一会儿，他全把后面的都能给你们漏了。不能再说了，扣钱了一会儿。可以，俺可以，全给漏了，啥也没了。但是我觉得2天看下来节奏还挺快的，我真的是，我今天早上还刷到好几个，就是大家那个眼睛已经肿的、哭的。对了吗？对。而且是感觉是爸爸妈妈们、爷爷奶奶们都挺喜欢的这个。对。看到一个特别好、特别可爱的一个评论说，这是我姥洗澡洗的最快的一次。啊，洗完澡出来看那个。对。让老那个慢点，安全慢点，慢点洗，别着急。咱回爱奇艺可以接着看，暂停可以暂停。就是的，大家都有时不常都有那个云包场的，都可以慢慢滑，不用非得赶电视。我们让我们老人家们都安全观影。是的。盛大喊大脚拉着没去砍柴。哎呦，他俩。俺爹跟俺哥，对，现在看来都是骗人的。我看好多人说那个大红哥跟达哥他们俩长得像。咱在剧组的时候不也唠过这事儿吗？对，
大姐来了。永健哥那个时候说你儿子像他爹，然后我儿子像爹啊，自动认领了都是那时候。爹，那您说俺跟俺爹也长得像。要不你看这俩，咱把这个陪嫁那15亩地给他老凤家得了。你看还这说15亩地，这样我觉得至少对比俺妹妹秀秀好点。爹是真抠啊，发现吗？对。什么播到秀秀在封家过日子，俺们都在期待秀秀和大脚互通心意。可以浅浅剧透一下吗？请问秀秀和大脚在彼此眼中是什么样的人？对方哪一点最打动自己？动脑子行吗？大脚其实俺俩那时候唠过，跟导演就是觉得，因为虽然可能从小认识，但是并不熟。就像苏苏第一次来大脚家的时候，他都不知道大脚家在哪儿，对吧？他也不认识大脚娘，就所以其实我们的拍的时候捋出来的线索应该是，其实他们不是很熟，从小啊，然后。但是有拍过小时候的戏，俺记得，然后就是秀秀会觉得大脚是很可靠的人，而且又是救了他，对，就是很值得信任的人，然后也是在慢慢的接触中，其实后面秀秀都有说这些，对。大脚就是其实一直就是打小就特别喜欢这个秀秀，暗恋秀秀。因为我觉得我们刚开始其实有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就是刚开始那个大脚去救那个马多救秀秀的时候，其实大脚有时候是不好意思，就是直视秀秀跟他说话，就有点这个其实是有点就是不好意思也好啊，这个就是他遇到。就是其实大脚那时候其实心里也有点小鹿乱撞那种感觉，但是我不知道这个比喻恰不恰当，但是在大脚心里是特别欢喜的，但是那个时间是第一时间要救人嘛，其实包括其实后来他能够娶秀秀，然后能够到家里就秀秀叫娘叫爹那一刻的时候，我觉得。大脚觉得他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所以就是这样的。大脚其实对秀秀，后面就甘蜜也说了，后面其实我们是有体现的。但我觉得秀秀为什么会让大脚这么喜欢，肯定是因为小时候虽然他们的交集可能没有那么多，有时候会一起玩，但是秀秀打小就是一个心里特别善良的人。我觉得这点是随秀秀娘。对，对，他硬要去，就是会其实，在小时候，我觉得秀秀有时候是会保护大脚的。俺们现在是一家人了。就在大脚挨欺负的，其实秀秀是会保护他的。然后包括其实有时候会，比如说给他一馍馍啊，像这种，肯定是因为娘为什么会给，肯定是其实秀肯定。回家有时候会说跟谁在一块玩啊？那大脚怎么样啊？那大脚特别大，然后其实就是人很有意思，就是他之类的，就是对，是的。其实对，就交集不多，但是肯定其实就是可能小时候秀其实对大脚的一点的那种好，其实大脚一直都装在心里。因为大脚家很穷嘛，所以他就会觉得啊，但是两个人心里其实都没有那种说。对方的家里是怎么样的这种状态？这个东西其实甚至都没想过，就是有可能会在一块儿。这个其实完全，我觉得在大脚心里是完全是不敢想这个事情。把日子活好。所以我觉得这两个人还是不是天注定吧？挺好，挺有意思的故事。对。谈什么心情？俺一定会把日子过好的。哎呀，这段今儿达哥还发了朋友圈呢。哪个啊？哥来那个，哥其实挺抠的，也是来了吧？两位可以现场以宁秀秀和风大脚的身份采访对方一个问题吗？哥，你放心，俺以后
绝不会让秀秀累着。秀秀和方大脚是绝不会让她受委屈。你觉得俺还有什么地方做的不够好的吗？还真没有。俺觉得这大脚可太棒了。谢谢哥。就是我觉得对于秀秀来说，其实就不拿秀秀来说，我觉得就是以现在我个人的标准来说，我都觉得大脚是一个太完美的一个男性了。对，就是他很有担当，然后又包容，然后又有耐心。就是而且我其实看剧本的时候都没有那么深的感受，但是前2天看剧的时候，就是八抬大轿的时候，真的就是很震撼，就觉得很敞亮，然后很替对方着想。而且我前2天还看到有人说，为什么大脚明明知道秀秀没有被马子坏，但大脚不帮他出来说这件事儿呢？但其实大脚是不知道的呀，因为他找到秀秀的时候，秀秀穿着披着马子的衣服嘛。其实不知道前面发生了什么，他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是他就是觉得提到他就会觉得很心疼，然后很想保护他，就一刻都没有觉得说如果他真的被马子坏了，但是就会一丁点嫌弃这种好像都没有，就是很心疼他。我觉得这点就很完美，很戳人。就是大脚他就不想让秀再受委屈了。是的。对，我觉得他这个向大脚向大脚学习。那正好我也问俺也问，你觉得秀还有啥要改的？是怕呛着你，万一再有个3。我觉得唯一要改的一个地方就是他现在使唤大脚有点不太够。我觉得大脚还愿意为秀做更多的事情。因为我觉得他就是有一膀子力气，然后愿意为秀做任何事情。就现在我觉得来看的话，就前面有一个我觉得真的不容易，我觉得这个秀这一路走下来太不容易了。就是对于大脚来说，不单是大脚，其实像身边的包括娘，包括我娘，包括你娘，包括妹妹，像这个可金哥，其实大家都非常的心疼秀秀。在大脚的心里其实更是，就是他会觉得就是他受了这么多的委屈，就是老天爷对他不公平，真的让他遭受那么多，然后母亲又刚刚离世，所有的一切，就在大脚心里，他希望就是往后余生，就是他能够用他的拼尽全力来让秀秀能够过得幸福，照顾好他，担起这个家。对，所以不管任何时候，我觉得大脚都是支持秀秀。但大脚确实也是这么做的。对，对，因为后面我们其实还有很多内容，就大家可以看到，就两个人的情感的变化，事件的递进，就随着事件，其实两个人的情感会越来越浓厚。秀和大脚如果用一种动物形容对方，会用什么？过年嘞，家里啥都没有。你让俺空着俩爪子回娘家，还要脸不？我觉得大脚是牛。你爹，挨钱刀的，你说话，我带你去跳河去。那今天晚上你睡牛房，你跟独角。我觉得可以跟这个独角。你跟独角处。独角一人一边儿。因为我觉得就是为什么他像牛，就是因为我觉得大脚的本性是很实在、很憨厚，然后脚踏实地的。对，其实他一辈子其实就是守着他的秀秀，守着他的家人，然后默默的耕耘，就是依靠着土地，然后一步一脚印的踏踏实实的，把地耕好，然后把家人照顾好。他就是其实他一辈子其实特简单的，就这2件事儿。所以我觉得他像牛一样。
长得太快了。那你觉得秀像啥动物？秀可不能跟你睡牛棚呢。我觉得秀像那个牧童，就是牵着牛的那个牧童。动物有点难想。牧童遥指杏花村的那个牧童。对对对，就是牵着牛，对，指哪儿打哪儿。对，骑着牛，干啥吧？走过一生，看啥吧？也挺甜的。是要抢钱？对啊，我觉得对吧？你就秀秀说指哪儿，他就走哪儿打哪儿，所以我觉得还是挺贴切的。动物想不到特别贴切的，但是我觉得大脚跟这个就像牛跟牧童这种关系，感觉还。你今天晚上要打鼻环了哦。啊？还不能去看鼻环，我明天要牵着你走。这个应该会稍微有点疼，算了，要不就今天中午吃了啥？晚上再继续吃吧。吃草呗。反刍。还以为你养个30-50头呢。之前都是抱抱猫猫，到了秀秀和大脚是俺爹俺娘。两位如何看待这种网友们啥呀？网友们接地气的称呼，都说咱俩是俺爹俺娘。别动。俺爹俺娘。儿子都比你聪明啊。老爷，你看，俺就是那一点好地了。就像那个，我觉得是因为那个年代吧，像是有那个赶紧准备银钱啊！父母爱情或爷爷奶奶那一辈的那种，就是大家可能因为大家可能并不知道，这回啊真的不能再我们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他们，或者是我们的太爷太奶他们那一辈，他们那个年代到底是什么样的？说实话，其实我们只是对他们有深厚的情感，但是我们并不知道他们那个年代或者他们的生活到底是怎么样的。但我觉得生化物的出现，感觉像会把他们以往的那个生活，我们想象不到的那种他们的生活场景以及他们的人物的感觉具象化了。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我觉得就是我感觉可能会是，像我就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就是我不知道那个时候我们的爷奶，对爷奶他们的到底是什么样的，或者太爷太奶他们那个是怎么，那时候是怎么样的？俺俩拍戏的时候，那个时候屋里的戏其实也挺多的哈，就咱俩的屋里的戏挺多的。所以我就说咱俩那屋其实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地方，因为解决了很多很多问题。对，然后而且俺俩当时在里面那个拍戏和走戏的时候，当时还我记得豪哥跟我说在这儿学会了多少技能啊！糊窗户，还有做各种的玩具，磨那个木头，镰刀，然后编蓑衣，就各种技能都搁那屋里学会的。但其实最难的是你那个剪窗花，那个如果不是说真的不花时间用心的去学，那真的，就我当时其实很惊讶。拍的时候，你会把那剪出来那窗花，我觉得真的没有。但我觉得你耕牛很难。耕牛就是我们俩配合，是，对，那个是需要配合，但是那个是实打实的技术啊。牛的配合，它有时候乖不乖的，我们总能看天是吧？对，撞上一条，有时候，就他不犯那牛脾气的时候。其实觉得俺家独角挺好的，独角其实还行，就是性格也还行，性格挺好，也挺憨厚的。对，随俺爹了。哪有钱？哪个爹？咱俩是哪个爹憨厚？你随你，俺爹俺娘嘛，随你。随俺爹啊。对，俺出去拉回来一头像你的牛。其实那牛真的。就是很特别，到时候大家去看的时候，可能就会知道为什么我们说这个特别的点在哪。涉及到了封家以后，大脚娘给了很多关怀，两位可以唠唠俺们大脚娘，俺娘太逗了。
俺娘的性格太好了，俺娘生活里面拉管可有意思了。我觉得娘太像那个，就是他把那个角那个太像那个年代的人，就觉得，我就感觉这老师就是我们的老戏骨老师们，他们池峰老师，对，池峰老师、永坚老师、大红老师、韩露姐都太棒了。咱们的那个最可爱的娘。对，许南平老师，对，我觉得他们真的像就是基石一样，那么是的，就是在他们在就特别的就安定，就觉得这场戏一看到他们，你就觉得踏实。对，这几位老师，我的感受是，就是池峰老师他经常他那个扣不是都我们给我们的衣服这里是都系到这儿的嘛？对。然后那个我记得在拍封家的时候，池峰老师这里的扣和大脚这里的扣，他俩永远是不系的。你看，就那颗扣，他们俩基本上都不系，除非服装有的时候趁他们俩不注意给他们系上。但他俩是只要发现他俩就不系。池峰老师经常说：“哎呀，这大老娘们儿系他干啥呀？”就是那种，就是为了更像角色，对，觉得更。在这个角色里面，他不需要就是注意这么多那种所谓的礼节还是什么，对，怎么说怎么来，就没有那么多讲究。对，他就觉得他这个角色就不应该有那么有讲究，然后而且他永远拍戏之前，他有的时候会手啊，或者先蹭上灰啊什么的那种，他就会自己很注意这些东西。对，然后永健哥也是。像我们戏里很多什么嫁鸡随相、嫁狗随狗，这些都是他自己的词儿，滋儿了哇了，滋儿了哇了，这些，然后这个都是他自己的，对，就加了很多就是特别有趣的点，对，适合风二的东西，然后还有那个过去了那个，对，就是说，其实那个感觉，其实这一家人其实。因为没办法，生活上面其实是感觉是挺苦的，但是这一家人4个人在一块儿的时候，平时发生的所有的事情，就觉得对，哪怕鸡飞狗跳的时候，都会觉得特别的有趣，是很顺利、很舒服、很揉在一起的那种感觉。然后那个俺爹就是大红老师。就是生活中，就是他一直是有的时候会在自己的状态里，他在想他在哪儿，他有时候演着演着就不知道他去哪儿了那种感觉，就会每一条经常的时候会不一样，他会有一些新的东西出来。他说：“哎，这样这种就是跟他演戏特别好，那个特别好玩。就是我一直在看，我说俺爹这是又想去哪儿去了这种。”但他生活中又非常有礼貌，每天收工的时候就跟大家这样收工了这，然后每回跟大红老师他都能给一些新的一些内容出来，就是来刺激大家，然后来碰撞那个，就这个其实让我学到很多东西。对，俺那个最可爱的娘娘有点东西啊，俺娘。张平老师就是很快乐的一个人，他生活中是非常乐天、非常快乐、非常纯粹的一个人。所以你每次见到他，他就跟大脚娘一样，他不会那么沉重，他就会很快乐。对，就很快乐。但其实沈老师演的所有的戏，就是咱这戏里演的所有戏都是特别重情绪难受的戏，就他的戏里跟他戏里下其实反差特别大，对，非常开心。还有海陆姐也是，海陆姐每一次就是贼稳，就是在那儿，他会自己试很多遍，就是每一场戏拍的时候，他会试很多遍，然后就会听到永健老师说怎么样啊，左视。就所以现场的氛围就是超级非常好，非常好。对，我看那小手就废了。地基，他们是地基。是的，然后也经常我跟每一个我们这些家长们拍戏的时候，
都会在现场一直看、一直看、一直学，然后他们走来走去啊，他们的聊啊，他们摸索的这些东西啊，都会变成我们的经验，然后加在这个戏里面的细枝末节的地方。就每次其实在现场走戏的时候，其实那种感觉，特别好。所以我觉得这一次蜜姐也是真的是做了充分的准备，就在现场，基本上我觉得所有的内容跟台词都在他的心里，就他不是说在到现场来解决问题，其实他比如前期跟导演的沟通，很多的其实是内容跟台词跟他的想法其实都装在心里了，然后到现场就是大家碰撞，就看大家怎么演，然后怎么来一起拍这个戏，所以我觉得真的是做出了充分的。那我感觉这个戏每一个人其实都不是，因为我们这部戏拍摄的时候，周围也没有什么吃的、喝的、玩的东西。现在太干了，就感觉大家都说生化物剧组的演员非常卷，让娘用布条子。就感觉大家都在准备，做很多准备。是的，如此。包括俺家苏苏啊，还有莹莹啊，也是。对，我说要么就是大家就是拍戏，然后休息，要么就是健身锻炼身体，然后第二天，特别规律，每天就是超级规律，每天就7、8点开工，差不多，基本上每天我们都7点多就7、8点就开工了，8点多开始拍，然后就很像我们这个上班，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对，像上班。拍戏很难。啥事儿啊？然后大家就住在2个酒店，分开的2个酒店。然后楼上楼下都是剧组的人，就是都是邻居。俺们好像做了那事，就很难，就是会有拍戏会有这种就是作息，因为我们每次要么就是一段时间拍日戏，要么一段时间拍夜戏，它总会就是倒来倒去。好规律那个时候。对，在那个围子那儿的时候是最规律的。我们到围子拍了20天。啊，对。对，那个时候也很规律，到了现场准时没信号。对。就是什么也干不了，啥也不用干，啥也不用想，只能在现场研究，大家在研究这个，就是对研究怎么把一场戏拍好。到点没信号，在东北也是到点就没信号了，进山就没信号了。但是我觉得那个真的那个实景的那个白茫茫一片，好漂亮，那个很好看。然后你那一身红衣服，然后在那个雪景里面，真的非常好看。踩下去那个都会没到膝盖差不多。对。很难跑，而且，豪哥当时那个大脚救我的时候，那个地方其实是我们俩其实挺注意的，因为有的时候万一一遍过不了，那个雪就踩坏了，就不能再拍一条。对，所以就要想好那个路线，但是当时是在树林里面。它地上有很多雪盖住的树枝子呀，或者是坑之类的，我们是无法规避的。对，不知道底下是什么。对，所以就是，但反而是这种深一脚浅一脚的状态，其实很适合那时候2个人的状态。咱俩还像小时候一样，有啥事儿你就来找姐。他们刚才提的问题，我一个也没看见。净唠，俺俩想唠。对，而且咱一个问题也没给人家回答。没瞅见，啥也不知道。文点这2天也而且现在也没问了，我估计主持人也放弃了，也说不用问了。主持人还在吗？主持人刚才谈了好几个问题，都没找着，点头我就能看到。再来一个。主持人说你们自己聊吧。点我头像就能看点头。啊！我在干嘛？看到了。点我头像，我还说点头就能看到。点头。他们往后跟俺一点关系。嗨。过年在家。秀秀为了气宁学祥造谣自己家立毒誓，怎么样看待秀秀断亲的行为？俺姐年年这颗花。咋看待啊？没咋看待，因为
秀秀那时候也年纪小了，而且确实他又没有上帝视角，他就是觉得就是没有人来救他呀。而且他见到大脚恨不得第一嘴就问说为啥他们不来呢？俺爹俺娘为啥没来救俺？就是他真的很想知道他爹为什么不来救他，因为可能从小家庭条件也还行哈，就是也是衣食无忧的，就是没有觉得说钱这个事儿是一个问题。可能真的没有这方面的顾虑，所以他们不就是要钱吗？不理解，就能把我就是不理解。对，而且不是说我们就是我在那个，如果要是我在那个年纪，我也不能理解。那我觉得我能想出来最什么的想法，其实就是离开。那我觉得在他那样的那种，他其实他也不知道他离开能去哪儿，会怎么样。那他也知道，其实他就算解释了，别人也不信，因为所有人都说他已经是在马祖多过夜的了。对。所以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反正你也解释不清楚，那就是相当于，像是脱离原生家庭的一种方式吧。就是秀秀离开原生家庭以后，发现外面根本没下雨。我觉得也是他运气好，碰见大脚了。因为我就感觉，其实站在秀秀的立场或者心里去想这事，我觉得秀秀真的是心灰意冷。是的，就感觉在他那一刻，在他最需要的时候。在那一刻，除了大脚去救他，没有人去救他。因为除了其实他们去了，但秀其实不知道，就是但大家不知道。但是其实我觉得在那一刻，我觉得秀会感觉他被全世界给抛弃了。就那一刻那种受伤的跟那种心理啊，为什么会我觉得他会做出说离开家立独事这样的一个。当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这个家的女儿，已经就是比弟。还没有弟重要的时候，就在秀秀的心里，当然在爹的立场那是有他的自己的立场，但在秀秀心里就觉得，我这么不重要，那我在这个家待的还有什么意思？就是你们都不管我死活了，我还要待在这个家。就我觉得秀秀她就是一个敢爱敢恨的人，其实秀秀特别清楚，就他特别不舍，特别爱这个家，但是我觉得那一刻的在马泽波受到的惊吓跟那个受伤，对。我觉得那个是不是说短时间内是能够把这个裂缝能够给他，而且相当于是被他眼中是被他所爱的所有人无差别的抛弃，他妹妹、他爹娘，然后费文典、费里家，就是所有人都不要我了。他俩结婚了，俺爹俺娘也不来赎俺，为什么呢？然后说我去在马祖窝，他就在这喝上喜酒了。对，就所有的事情太多了，就那一刻我觉得是完全接受不了这个事情。对啊，带入到现在就是我被绑架了，你跟我闺蜜好了这种，想想都已经开始生气了，重生之想想就生气。对，没事秀，还有大脚。是的，我觉得对于秀秀来说，最大的福报就是他有大脚，他碰到大脚了。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大脚，这样不清不楚的。天降老婆竟是暗恋多年的 crush， 大脚回家看到秀秀那一刻是啥心情？都听了，该看的不该看的。其实是有这个。我觉得大脚是非常。你啥时候把眼镜摘了呢？我摘了，我看因为它老反光，我怕那个对。反出一些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对。不可告人的秘密。好，你继续，你继续。可告人。对，那个啥问题来着？天降的老婆。天降的老婆。就是，其实我觉得在大脚的心里，在那一刻没有太别的
多。就我觉得哪怕是大家再喜欢秀秀，在那一刻他没有别的想法，他会觉得特别的惊讶，为什么秀秀会在家里出现？因为我觉得在大脚的心里，他是特别希望秀能够回去能够跟就是回到家，就是然后能够可以。现在说这个，就是在大脚心里，他希望就像当什么都没发生一样，然后秀可以继续过他的幸福的生活，然后所有人都不知道其实发生了什么。就他的初衷是希望是那样的，因为他当时会觉得那样的一种方式可能会对秀来说会更好一些，对他的伤害会降低一些。但是他并没有想到说秀其实在中间其实他发生了还有别的事情，所以我觉得他在那一刻其实他是特别的，当然欣喜你是肯定是会有的，就是你的女神突然其实躺在你的炕那儿，他就也吓坏了，其实不敢相信这一点，所以很复杂他的情绪，我觉得但挺可爱的。而且秀秀是七扭八歪的躺在床上的，对，就累坏了那种，直接晕倒的那种感觉。对，主要是受的伤害太多了。肯定也是啊，你累了、绷了、紧绷了那么多天，没有踏实的睡过一次觉。对，累坏了。其实回来之后，比在马子窝受到的伤害更大。是的。其实马子窝受的是皮肉之苦，但是回来是心里的大面积创伤。是。我什么我？不容易，秀秀其实这一辈子真不容易。大家这一辈子都挺不容易的，看完《生万物》，大家都会就都，哎呀，不是你想的那样。拍到后面的时候，对，但还是要快乐的。秀秀用丽花辫子打火，真的成功了吗？尝试了多少次？因为我当时你记得我点那个火的那场戏吗？当时我们拍了也就一遍，就是前几天说想给大家做早饭的时候。然后去点那个，我当时真的差点把厨房烧着了。然后豪哥那个在戏里面救我的时候是真实的在救，因为我当时出去的时候，我觉得火也太大了，然后豪哥竟然真的能给扑灭了，我都觉得他好厉害。我们现场副导演都夸豪哥好厉害。就是后面那个火势突然变大了。对。我说这火也太大了，豪哥竟然真的能给扑灭了，好棒啊！那一瞬间就是真的，他就是大脚上身，大脚上身啊！当时那个副导演叫亮哥都冲进来说这火也太大了，对，他差点冲进来，就是亮哥非常专业，教会我们很多，就是生活上面的一些。那个挺难打的，其实。对，那很难。那很难，主要是我们现在的这些东西跟以前可能还不太一样，对，因为没有什么用这个。还想不想娶她？饿了几天后到封家狂炫那场面条，那是真的一大碗面，我觉得这太逗了，我看那个，我觉得可以，真可以，太好了，那个吃面条那个。我就觉得又心酸又心疼又好笑，就那么大一碗面条，然后呼就给炫完了。而且当时是往里就放了点酱，啥也没有。你不能就这么空。那碗全吃了。秀秀就这么不明不白的被你接。拍完那天都没再吃饭，好像。对，这真顶了那碗面。不是，这吃的也快，因为他确实那个。他就是得稀里呼噜给，然后那个碗有那么大的。那真好，那场戏，就感觉就是看的时候就觉得就是特别心酸，但是特别好。对，我前几天有一个好久没联系的朋友，那天晚上已经睡了，他1点多给我发了一个微信说，那碗面真下肚了。我现在就回家。可不吗？我租轿子，我去接秀秀。如果秀秀有700亩地，且可以给宁家和封家众人分地，会怎么分？听俺家大脚的吧。大脚的。就这样。
按道理我是要听媳妇儿的，但是我就按照我媳妇儿的这个秀的这个格局，她肯定是现在只有俺来护了。平分，让每家都有地可种，让每家都有粮食可吃。我觉得秀肯定是会这么做，得让俺们天牛庙村一起都把日子过出花来。对，可惜点了，肥点，大家都得开心幸福，是吧？剁肉熬粥。为什么大脚没告诉秀秀在秀秀娘去世前见了一面的事儿呢？这块大肉，别着急呀。事无目的。有机会说。对，别着急呀，都告诉你们了，你们不看了，你。俺们前面埋的坑，后面都能解，都有办法解。对，俺们前面埋的坑挺多的，但是后面都那个填上了，放心吧。对，其实他没有不告诉，因为这个事儿没有什么不告诉。但是呢，后面看吧。大脚很懂分寸。他真的会来吗？大脚心里秀秀值多少亩地呀？他答应俺了。多少亩地都比不过一个秀秀。你咋唠着唠着帽子也没了呢？我说这个越聊越热了，主要是我觉得其实在大脚心里，我觉得真的我在大脚心里，我说实话，其实多少亩地都比不过秀秀能够能够跟秀秀在一块儿。我觉得在大脚心里最希望的就是1亩3分地，然后他可以辛勤的劳作，照顾好秀秀，然后包括以后照顾好孩子们，照顾好爹妈。其实他就是这一个想法。说多少地，其实跟大脚来说不重要，越多越好。一家人齐齐整整，你想到法德斯瓦回家了吗？大家都有地可种，都有粮食可吃。其实对于秀秀和大脚来说是这样的。你相信啊？对，是两个人都生活中肯定会有分歧，肯定会有各自的想法，但觉得不对的地方都会及时改正，而且也非常的尊重对方和家里人的一些想法。对，我觉得把日子过出花来其实不是一个口号，反而是落实在他们俩相处的每一件事情上，不管这件事情是大是小。对，心中向往的美好，就真的是按他们做的。是的，这事儿啊，而且就我觉得，因为秀秀来了之后，就是这个家就是活分了，然后也更快乐了，然后你觉得未来的日子其实有奔头，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对，你要说条件有多好或者多美好多不好也没有，就这个不是衡量他俩过好日子的一个标准。对，秀秀在俺心里到底有多重要？秀秀是自愿。如果现在有大朋友小朋友请教怎么把日子过出花，会给什么建议？你有什么理由去接他？文典，这就是命，秀秀的命。对，嫂子，会给什么建议呀？秀秀有这样的遭遇，那是她的命。其实我觉得每个人他主要是生活方式跟他的生活经历不一样，但我觉得可以，其实可以，大家可以学秀秀跟大脚，他们两个人对于生活、对于未来的那种心态。就是像秀秀她一句话就是可以说希望她是可以把日子过出花来的这样的，就是其实不管在生活中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或者是有过的苦的时候，有清贫的时候，但是心中那个积极向上的那种心态是要一直保持的。我觉得这两个人其实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特别乐观豁达的这样的一个心态。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可以学习秀跟大脚。对，我的感受是，其实这个戏其实也让我学习到了很多，然后看到了很多。
我觉得秀秀跟大脚其实是一种非常健康、非常难能可贵的一个自己捂着胸口关系，就是彼此的尊重，还有信任，还有奔头和目标。对，是他们俩很多决定不取决于外在的环境，也有，一定有。那但是呢，两个人的心其实都是一样的，都会心疼对方，然后也有一个心气儿，就是不管我们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没有钱我们就努力去挣，然后有钱了我们怎么样把这个钱花好，大家一起来定这个事情。包括买牛也是希望日子可以更好，就是大家不要那么辛苦，所以其实是不是在你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而是你处在这个环境的时候，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对，积极向上的去面对每一场下过的雨和每一次遭受的困难吧。对，秀秀可能一开始也没有这种心气儿，就是他的心气儿被马子窝那一次给击毁了，算是碎了。但是大脚就是像捡了一只流浪小猫一样，把秀秀捡回来，然后又重新把它碎掉的自尊心也好啊，他的里子、面子这些又重新给它粘好了，就是重新的把它焐热了。所以我觉得说能把日子过出花来，也一定是跟大脚有关，所以日子怎么可能跟谁过都一样？是的，是的。希望大家的生活都能够过出花来，开心快乐，过出花。可是那天，哎呦，7点半了，我俺等了很久很久。俺爹俺娘俺出生了，秀秀大脚感情什么时候更进一步？俺们什么时候是出生？别着急呀，老想套我们话，套我们剧情。那你说说呀，你说。别着急，真的，慢慢的，其实我觉得大脚跟秀他们的情感是每一天都在发生不一样的变化，都在进步。我觉得现在其实还看不见后面的有一些剧情，我们现在其实不方便透露。但是比如说像孩子们出生啊，不好说。快了，就这2天吧。快了，对，这2天吧。您就看吧。就这2天了，就这2天了，快了，坚持一下，快出生了，快出生了。快出生了。这晌午都过了，能行。俺去莹莹。抽奖时间到，请2位抽取幸运用户送出签名照各2张。老师可以给到口令让，后面给看一下啊。给到口令说3、2、1是吗？给到口令让评论区什么东西刷屏。咱俩给一个指令，然后就是请大家打出来字，然后说3、2、1截图这样。OK， 打什么字呢？生万物。生万物是不是有一个寄托呀？要不我说一个，你说一个。好。我说那个生万物把日子过出花来。长哈。考验这个打字能力。生万物把日子过出花来。到现在还没看到。对。对不起，有了，有一个。说太长了。好，那个，那我说来3、2、1，结了吗？我也不知道，结了哈。行。应该后台应该结了。应该后台应该有。那个大九，那个他们怎么叫你来？大九。哇，大九啊！我看你爹，大九。来了，许昕。生万物像花一样绽放。你也挺长的这句话。比难度。大九，你别
你看现在后面都出来了，确实大家打字比较慢。有了吗？还没有。这2天正准备回门。有了。哎，你得喊3、2、1。3，我们就上链接了。1。我就不跟你多啰嗦了，咱得给少爷备上链接喽。4盒8样啊。秀秀的窗花哦。都得俺来张罗。好。好的。下播前可以给后面直播陪看的嘉宾留一个问题吗？他们会在后续的问题中，后续直播中向他们提问。后续的直播嘉宾是谁呀？这媳妇了！哎呀，请秀秀！后面的直播嘉宾是谁？不知道啊。不知道的话，是俺们生万物的直播嘉宾吗？是俺们生万物的直播嘉宾。哦，生万物的直播嘉宾啊。对，昨天我看了海陆姐跟永健哥的直播。哦，每天大家陪看。咱也知不到啊。知不道。问个问题呀。啥问题呢？大奖要成亲了，来吃西瓜的，给大家分了。这还真是。但嘉宾。昨天的不算，今天是八抬大将，明媒正娶。就是让他们嘉宾说一件，就是在拍生万物的时候最难忘的一件事情。同意。那嘉宾们说一个在生万物时候最有趣的事情，一个难忘的，一个有趣的。可以。俺家大脚说行。俺家秀秀说的对。就是俺封大脚明媒正娶的媳妇儿。俺们是不是可以吃馍去了？啊，那你先去吃吧，俺帮你办好了，俺要去看生万物了。好了，下播了。我要边拌饭边看。好的。拜拜，姐，拜拜，谢谢大家，拜拜。谢谢大家，拜拜。追剧喽。